换新版 Model Y 开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今天的视频呢，回答大家最关注的几个问题啊，比如说晒不晒，凉不凉，颠不颠，以及后排宽不宽。在此之前，我已经发布过2款 Model Y 的评测了，所以说今天的视频呢，涉及到一些改变没那么大的环节，我就不再详细展开了，主要回答大家10个关于新升级之后的问题反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刹车还硬不硬？刹车硬的这个问题，我之前在提车视频那期里提到过啊，就当时刚提完车之后，那个刹车硬的，经常遇到踩刹车的时候就恨不得站起来踩了啊。现在经过2个月的使用体验，我发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后来有网友在评论区告诉我啊，是特斯拉通过 OTA 升级，提升了刹车的感受。换新版的 Model Y 它的前半段刹车呢是电子刹车，从而使得通过 OTA 升级实现了可能。对于刹车部分，大家现在完全不需要有任何顾虑了，就是那个线性感十足的刹车又回来了。换新版 Model Y 它的驾驶体验依然是丝般顺滑。我测试了一下换新版 Model Y 在标准动能回收和柔和动能回收2种模式下它的制动能力，和老款几乎没有特别大的改变。标准动能回收依然会有急减速的这种晕车感啊。我把 iPhone 的防晕车小点点打开，大家如果现在是坐在一个固定位置，那么你看右边的屏幕就会明显感觉到更晕。在这个小细节上，宝马其实处理的就特别好，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试驾看一看。但总体上来说，换新版 Model Y 它的驾驶体验是在我驾驶过的车型里数1数2的水平。第二个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就是换新版 Model Y 它的减震变得更舒适了吗？我不瞒大家说，老款 Model Y 堪称是减震界的蹦床啊，就遇到颠簸呀，那个人是垂直起飞的。那么新款 Model Y 好像说是优化了它的减震表现，实际表现如何呢？在这里，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老款 Model Y 在通过同一个减速带时和理想空气悬架的对比，那个时候对比简直就是灾难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换新版 Model Y 同样时速通过减速带和理想空气悬架的对比，你会发现虽然还是有差距，但是更接近了，对不对？我看到有不少用户他们特别追求老款 Model Y 那种光脚踩流星锤那种路感啊，但对于我这种普通用户来说，换新版 Model Y 它的减震体验要更符合我的需求。当然了，有提升是有提升，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有挑战的场景啊，比如说比较高的减速带这种场景下，和理想的空气悬架差距依然会很大啊。但是我相信对于绝大部分用户的绝大多数日常使用场景，都可以从换新 Y 的减震升级中获得收益。第3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座椅凉不凉啊？这一次换新 Y 它终于前排支持了座椅通风啊，而且它是吸风式的，就是一张餐巾纸放在这儿，库嚓它就能吸在那里。大家可以看一下热成像图，就你开启座椅通风之后的表现。大家注意这几条深色区域，那个就是吸风口，要比没有通风的那个位置啊低了大概4-5度。能看出这个瞬间降温的效果吗？能看出来吗？好家伙！然后我再给大家听一下声音啊，大家现在听到声音就是座椅通风的声音。再给大家看一下，当我把这台车放在太阳下暴晒，左右2个座椅同时暴晒，其中右边这个就没有开启通风，而左边这个就开启了座椅通风。大家可以看一下被太阳暴晒之后它们温度的差距。我这次还有一个非常切身的感受啊，就是原来吸风式它的座椅就是腿下方的这个位置感受会非常明显。我相信这一点对于很多日常喜欢穿短裤或者穿短裙，那个大腿直接和座椅接触容易出汗的这部分群体，体验提升应该会非常明显。第4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就这个屏幕换挡好用吗？同时左侧这个拨杆好用吗？在这里我先回答大家屏幕换挡这部分啊，能用吧，但是也谈不上好用。换挡呢，它首先它确实是一个低频操作，最常用换挡的其实2个场景吧，一个是窄路掉头另一个就是停车入库。如果大家使用辅助停车的话，那么你可能也就是窄路掉头用。我自己2个月开下来啊，其实操作还是挺简单的，就是你几乎是不需要学习或者适应的，但是肯定还是比不过实体的拨杆换挡的体验啊。因为首先你拨杆是有实体的机械反馈的，同时你拨杆是不需要手离开方向盘就能够完成换挡的。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聊过这个问题啊，特斯拉它的愿景是车辆可以通过视觉判断去实现前后的自动换挡，但是现在这个功能在国内遥遥无期啊。那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用户来说，就相当于牺牲掉了拨杆换挡的便利性，同时呢又没有享受到自动换挡的先进体验，付出了代价，但是没有获得收益。至于这个左侧
个拨杆大灯和雨刷都转移到了方向盘上，也就是说这个拨杆只保留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一点我相信对于换新版 Model 3的用户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啊！就合着你没想明白你就把这个拨杆给去掉了呀。新款的转向杆呢依然是智能转向灯，也就是说它会根据视觉去判断什么时候熄灭转向灯。传统转向灯轻拨是闪3下然后自动熄灭，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完成变道，那你就需要重新打转向灯。而换新 Y 呢则是可以看到你变道完成之后再自动熄灭转向灯。另外如果你打算跨车道变道，然后在路口实现转弯，那么等你的换新 Y 它看到你变道的同时前方有一个右转标志，这时候车辆是不会熄灭转向灯的，只有当你完成转向之后它才会熄灭转向灯。也就是说这台车可以自己判断你打转向是为了变道还是为了转弯。今天视频要回答大家的第5个问题，新增的2排屏幕好用吗？这个屏幕它的尺寸呢是要比 iPad mini 更小一些的，和理想那种2排那种大电视相比呢，那个体验还是要弱一些的。但是它的优点在于功能齐全可以调节2排空调可以调节2排座椅加热可以调节2排座椅的倾斜角度，而且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在2排去调节副驾驶座椅的位置我认为这个是很实用的。至于听音乐和看视频，就属于有肯定是比没有强。我自己看了几个视频效果还不错。比如说你要看一个NBA CBA 体育直播，这个我还是觉得比较方便的。2排小屏幕它有个问题呢，就是视频入口都是网页版。这个本来就很小的网页字体放在这个小屏幕上，你想点一个比如全屏的功能就更麻烦了。比如说2排如果坐的是孩子或者爸妈，我估计就很难一次性的成功播放视频。在这里呢，特斯拉它是支持通过前方的主屏幕去操控2排小屏幕的这个还挺好的我可以去帮助后屏幕调节风量比如说我在这里就可以帮助后屏幕去选择视频的内容。你也可以在前排呢锁定2排的屏幕触控，这样小孩子就不会乱碰乱按，防止在你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2排变得声音很嘈杂，对不对？干扰你开车。另外我认为2排屏幕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它是标配的它不用再额外加钱选配。第6个回答的问题呢，就是前方增加了一枚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有什么用呢？这个摄像头我们要聊就要结合全景影像一起来聊一聊了。特斯拉呢是没有360全景影像的，它呢是纯的视觉参考线，就是说通过摄像头测距来给用户大概标定出停车位马路牙子前后车距然后用颜色来做预警，红色就是距离比较近了，大家要注意小心了。现在大家看这个位置它已经非常警告我了。我实际测试虽然说这个条条框框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是还是挺准的，而且它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终于可以看到车身两侧的停车线了。老款就我23年那会儿开车，一旦这个车想停车的时候向前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判断两侧的车位或者马路牙子了，这也导致大批特斯拉车主非常容易刮蹭轮毂。而现在解决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两侧距离的判断。新增加的这个前置摄像头呢，也可以在停车向前挪车的时候，你可以查看车轮的引导线，你可以查看车头右前方障碍物大概的一个视觉判断距离，这一点要比老款 Model Y 提升很大。其实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这2个点都有后视镜能看到。左前方呢，因为距离我们这个驾驶位比较近，也比较容易看到。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右前方我也看到很多车一般出现刮蹭都是出现在右前方。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测试一下，右前方前面假设有一个车，当我们出车的时候，它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提示？特斯拉这套视觉方案，如果说和就是那种真实的360影像有哪些差距？我认为目前主要差距有2个吧。第一个就是它的显示速度，我觉得没有真实的360影像那么快遇到有一些场景的时候呢，我认为它显示的会有一点慢。比如这个场景窄路掉头，这个时候它已经检查到了路边护栏了，但是呢没有及时的给我距离提示，我呢是按照经验去踩刹车。第二个就是没有具体到几厘米的那种参考反馈，我认为那种实时的几厘米的反馈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第7个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呢，就是换新 Y 它这块天窗到底晒不晒，用不用加隔热膜这次换新 Y 它采用的是一个全新的镀银隔热涂层，能量反射提升了7倍，紫外线隔绝了99%。我找了一个空旷的停车场，下午2点半的时间，也就是太阳最晒的那个时间然后我用同样一款温度计在车顶和车内同时做一个温度测试，就是停车场暴晒20分钟，看看车内车外温差到底有多少。实测头顶接近头顶这个位置是28.1度，能看到这个温度吧？而车外，此时的车外是
35.4度，也就是说相差大概7度左右。温度这个事儿呢，我认为是一个很主观的，对吧？一个判断。有些人就很怕热，有些人就不那么怕热。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先把车买回来，自己开一段时间去感受一下，再决定是否要贴隔热膜。第8个问题啊，这一次换新版 Model Y 新增了一个盲点检测，一个小红灯。然后他们说这个盲点检测会强制用户开不开门，如果他判断到你开门的时候会有这个撞击，这个时候你按开门键，车门是锁死的，就是你打不开的。来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开门啊，看到了吗？车门打开受阻，看到了吧？就这个时候我是开不开门的。那有同学说了，你这样的话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危险情况，我想开门打不开，不是带来安全隐患了吗？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特斯拉的策略是怎样的。跑步过来了，开门，哎，看到了吗？我按2下就可以打开了。就如果检测到路人路过的时候，你按一下，车门是锁死的，开不开，对吧？这个时候你如果再按一下，车门就打开了，相当于一个2次验证。第9个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车内是否安静。我依然采用80公里时速连续减速带的隧道场景中测试啊。这个时候如果打开车窗，车内噪音在78分贝左右。实测关闭车窗后，车内噪音和老款的 Model Y 长续航版本差别不大，依然是63分贝左右，几乎没有改变。同一场景作为参考，理想是58分贝。今天回答大家的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语音交互、车机导航是否足够好用？在我之前2款 Model Y 那会儿，那个语音交互真的简直就是比机器人还机器人。就你好，我好像不太明白，就是那种感觉，特别机器人。现在这个版本的语音交互已经相当符合自然的语言声音了。打开座椅通风，座椅通风已设置为高，把座椅通风调小一点。正在调节座椅温度控制，我现在有点热。温度已调低1.0度。导航去环球影城停车场。正在搜索环球影城停车场。地图方面呢，是和百度进行了一个深度合作。目前这个版本啊，要比我之前买的2款 Model Y 它的地图好用多了。我开了2个月的时间，没有遇到导航错误啊，或者说路口延迟播报的情况。但是红绿灯倒计时啊，还有的时候出现过不准的情况。另外，我有一个反馈，就是目前这个车机默认的3D 导航界面，3D 导航它的视野啊比较小，我每次都要开到一半，然后再手动切换到2D 导航。这个能不能默认选择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你自己选择是2D 还是3D？以上这10个问题就是这一次换新版啊，它10个升级所带来的一些改变啊，给大家一些反馈。最后呢，我再回答大家3个比较通用存在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标准版续航，你开了2个月，和长续航版本差距到底大不大呀？我到底是应该买标准版还是买长续航版本呢？我的这款标准版表显充满是435公里，这个表显数据特别准啊。我日常电耗是14.9度，标准版呢它是一个62.5度的电池包，驾驶大概就是420公里。我是常年把空调开到21.5度的，所以说这个续航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我觉得长续航版本最适合的应该是2个群体。第一个呢，就是有高频率长途需求的，比如说周末啊，经常要开车回老家，或者说有非常高的日常自驾的需求，这部分用户适合长续航。第2个群体呢，就是日常充电啊，确实非常麻烦，非常打乱生活的节奏，这部分用户我认为是可以考虑长续航的。其他用户群体我都会优先推荐标准版。如果你是第一次开电车有续航的里程焦虑，我跟大家说完全不需要有焦虑，就是400公里日常驾驶是一个非常够用的水平。除了续航差别之外，长续航版本是4驱，而我的标准版本呢是后驱。我日常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呢，其实是过减速带，就是你过减速带有一瞬间你会明显感觉到前轮和后轮转速不同。其他的绝大部分场景呢，我觉得后驱是完全够用的。另外，如果你本身所处的城市雨雪天气特别的多，那么4驱呢确实会更稳定，更不容易打滑。但是因为北京啊过去2个月时间一直比较干旱，也比较少雨，所以这个场景我没有很强的感受啊，我就不下结论了。总结起来呢，越贵的它一定是越好的，但是越好的如果你用不上那个越好的场景，那么对于你来说这个钱就浪费掉了。同样反过来说，车它是一个使用周期很长的产品，你可能3年到5年，甚至可能7年到8年，不要为了短暂的节省一部分钱而压缩或者限制自己的使用体验，那样的话会让你在之后的每一天驾驶过程中都倍感难受。第2个常规环节呢，来看一下 Model Y 2排的空间表现。
这个部分其实和老款 Model Y 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其中它能够把脚完全伸到前排座椅下方去延伸脚部空间，这个依然让人印象深刻。二排头部空间测试呢，其中大家看到左边是座椅靠前的状态，右边呢是座椅躺倒的状态，右边头部空间牺牲就比较大了。另外在这里我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是对比 Model 3它的头部空间和坐姿，这个是对比小米预7它的二排头部空间和坐姿。我去拍小米预7的时候忘记带尺子了，大概回忆的话呢，我认为 Model Y 应该是头部会更宽敞一点但也没有宽敞很多啦，总体来说大差不差。这个是对比理想 L6二排的坐姿，理想 L6它的头部空间确实还是要更宽敞的。在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换新 Y 它在车长上其实要比小米和理想短了接近20厘米，所以它的驾驶灵活性要更好。第3个问题，也是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谁适合买特斯拉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了。我觉得特斯拉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简单和丝滑，就是你开着特斯拉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在其他车辆上很多操作其实是多余的，是不需要的。就是特斯拉它不在于让我了解到开电车能有多快，而让我知道的开电车能有多省心。现在网上很多人把买特斯拉归结于崇洋媚外，动动嘴皮子多容易但是当你真正要从自己兜里掏钱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会因为这个品牌是国内或者是国外而决定自己20-30万的开销。如果你要说买特斯拉的用户他不只看重硬件堆料，而是会把品牌作为购买环节中的一个参考选项，这一点我是同意的。特别是当极越、威马、哪吒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那品牌价值在用户购买过程中所做的参考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谁的钱都不容易赚来的，对不对？谁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售后和保值率呢？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是我在使用2个月之后给大家的一些测试结果反馈和使用体验分享，希望能够给准备购买这款车的用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